死里逃生的他晕倒在一处村庄，恰巧被路过的一个女人救起。女人将他带回村子，还贴心的跟他熬上一碗热粥。此时的庞青云悲痛万分，躺在女人的怀中痛哭流涕，诉说着自己的苦衷。然而直到晚上，女人也并未离开，竟和庞青云同床共枕了一夜。这一刻，庞青云似乎才感觉到自己原来还活着。次日，庞青云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，女人早已不见了踪影。为了能够吃上一口饱饭，庞青云将自己的兵器盔甲全部出售，而后便与难民们蹲在了一起。此时庞青云脸上更是写满了沧桑。然而只听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一群土匪来到了人群之中，领头之人正是土匪二当家姜武阳。吃完就跟我去干玩命的活。然后他们便将馒头散发给人群，百姓们纷纷上前哄抢，却见庞青云在一旁不为所动。姜武阳放眼望去，又看到了此人脚穿军靴，猜测此人绝非普通百姓。于是姜武阳下马来到庞青云面前，拿起手中短刀便朝其刺去，不料被庞青云轻而易举地躲了过去，还被其反手推倒在地。姜武阳连忙起身再度朝他刺去，庞青云拿起袋子挡下，而后庞青云一个起身便将姜武阳牢牢制服。经过这一番试探，姜武阳清楚此人定有大用，于是便邀请他加入土匪队伍。没有去处的庞青云只得当起了土匪，而后便跟着队伍来到了荒山野岭。土匪头子赵二虎已在此处等候多时。原来因为战乱连连，方圆百里早已无粮，为了能有一口吃，他们竟然打起了军粮的主意。眼见运粮军队已经走进了埋伏圈，赵二虎立马下令开始行动。山谷上的土匪大声呐喊，吓得军队瞬间乱了阵脚。老大连忙下令冲出山谷，不料土匪早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只见一张张大网从天而降，将士兵们纷纷困住。然后赵二虎便带着兄弟们冲进了山谷。一时间土匪们士气高涨，纷纷冲进了人群之中。虽然土匪们都没有练过，但是个个都是狠人，纷纷与士兵们以命相拼。一时间士兵们死伤无数。然而姜武阳虽然身手不凡，可架不住对方人数众多，很快便被对方给围了起来。大哥本想前去营救，却也是身陷重围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却见一人将刀刃牢牢抓住，此人正是庞青云。只见其夺过大刀，便将士兵斩杀在地，而后不断在人群中寻找对方将领。庞青云毕竟出身军队，深知擒贼必先擒王。在确定对方将领的位置后，他便不断朝着将领冲去，而后趁其不备，一记长枪将其刺于马下。最后土匪们大获全胜，将所有军粮纷纷带回村子。回村后的庞青云再次见到了那晚的女人，却发现此人竟是赵二虎的老婆。还没等天黑，赵二虎便迫不及待地与连生打起了扑克。可连生对那晚的事仍是念念不忘，于是晚上又偷偷找到了庞青云。可还未等二人说上几句话，一声枪响却打破了村庄的平静。原来是魁字营得知他们抢了军粮，便集结军队来到村子大肆抢夺粮食。岂料双方冲突之中，士兵却失手打中了一名老人。赵二虎此时彻底被激怒，抢下对方火枪准备为老人报仇，却被数十把火枪瞄准自己。你以为抢了粮车，这就归你了吗？走！众人气愤不已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如今没了粮食，能不能活下去都是问题。庞青云见状，便劝说众人投靠朝廷。投了军有军饷，有了军饷就可以买粮食养家糊口；投了军有枪炮，有了枪炮就没人敢欺负我们。庞青云的一番话让大家动了心，可大哥赵二虎却非常抗拒，因庞青云本就是清军将领，他的话不得不让人三思。见赵二虎不为所动，庞青云表示军机处的陈功他非常熟悉，如今正缺人手，如若投他，必将是雪中送炭。为了生存下去，更为了村子的老弱病残，大家还是选择投军的道路。那投名状，兄弟结义，各杀一个外人，断绝后路，以示忠诚。就这样，三人便同时斩杀一个外人。自此以后，兄弟三人同生共死，荣辱与共。而做过将领的庞青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大哥，赵二虎摇身成为了老二，姜武阳则为老三。歃血为盟之后，庞青云便带着两兄弟找到了陈宫所要人马。15日之内攻下蜀城，军中无戏言。10日攻下蜀城。好，我再给你1500禁兵，但是没有军饷啊！不要军饷，攻下城，一半的东西归我。庞青云，你自陆山，就叫山子营吧。谢三位大人。立下军令状的庞青云被陈宫赠予了1500精兵，可这些人马却不归其掌控。原来陈宫虽为军机处大人，可他的家底基本也就这些。一旦这1500人没了，陈宫在朝廷便没了底气。你如何才敢出手？
给你壮声势，这是你唯一可以赢的机会，不然魁子营永远都把你踩在脚下。庞青云心里清楚，自己虽有2000多人马，可能出手的也就自己带来的800名弟兄，而对面的太平军仅士兵就有5000余人，洋枪更是有200多把，所以只有一种打法：豁出来破他的枪阵，贴过去跟他斗狠。次日，两军相对而立，相距仅有300步之余，洋枪的射程为200步，弓箭的射程仅有100步。为了给弓箭手赢得这100步，庞青云令200名死士拼命冲向敌人。弟兄们哪怕知道此次是有去无回，却也无一人退缩。弓箭手也终于得到了机会放出弓弩，但在对方的火枪面前，弓箭的杀伤力却显得微不足道。看着自己的兄弟接连倒下，赵二虎按耐不住了，快死光了还不去！你给我记住，战场上只有一个是对的。 200名死士置之死地而后生，靠着以死相拼的狠劲，他们竟打乱了对方的节奏，将对方的火枪队打得难以成形。眼见时机已然成熟，赵二虎率领着剩余的人马冲向了敌军。靠着这样的战术，仅800余人的山字营，竟将5000人上下的太平军打得七零八落。太平军见火枪已无用处，立马抬出了火炮，不断射击，一时间将山字营打得抱头鼠窜。眼见对方的攻势愈发凶猛，庞青云只得带领仅剩的几十人马冲向敌军。庞青云更是一马当先，在对方的火炮营中杀出了一条血路，而后推动敌方的火炮，将他们的武器全部摧毁。看着山字营打得如此凶猛，早先不愿出手的陆大山开始动心了。疯子，800人竟然把5000人给搅乱了，由不得他，我们太需要一场胜利了。站住！陆大山的1000名精兵蜂拥而出，从侧翼冲向太平军。本来800人已将战场搞得乌烟瘴气，又来了1500人，更是直接扭转了战局，使得太平军前后夹击，腹背受敌。姜武阳更是愈战愈勇，万军从中直取敌将首级。擒贼擒王，书城之战山字营大获全胜。这一战直接让军机处的3位大人对庞青云刮目相看。庞青云，再给你5个营的兵力，怎么样？我在锦上添花。罗大山在，今后归你调遣。谢大人。然而还未等庞青云高兴，江公却又找来了魁字营的何奎，并且大言不惭地让庞青云负责攻城，何奎仍然负责协防，全然不提上次魁字营袖手旁观之事。既然是军机处的安排，庞青云也不得不同意。赵二虎更是直接表态，先取苏州，再打南京，怎样？却见3位大人狂笑不已。南京是敌人的心脏，仗打完了，他们赚什么？他们是不会让我们打苏州的。那我们打，他们管得了吗？安插魁字营就是为了监视我们。虽然魁字营的接防让庞青云极其不爽，可迫于无奈，庞青云只得听命于军机处的3位大人。之后的战斗，庞青云更是一鼓作气，打下了一座又一座的城池。3兄弟笑得一个比一个开心，而每攻陷一座城池，他们就抢钱抢粮抢地盘。这天，山字营的2个小兄弟搜城中发现了床下有2个女孩。出来吧，仗已经打完了，出来啊，出来吧，别害怕。就这样，2个小兵光天化日之下侮辱民女，恰好被路过的庞青云遇到。2人兴高采烈地给庞青云打招呼，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到临头。就地本纪，二虎哥，就地正法。看见自己村子的兄弟即将被就地正法，二虎疑惑地找到大哥，表示进城抢3天是向来的规矩，为何今天就要处斩2人？以前是匪，今天是兵，匪心不改，什么也做不成。如果我们再这样，跟魁字营那帮畜生有什么区别？规矩总有开始的一天，就是今天。赵二虎赶紧为2人求情，可大哥却还是坚持己见。你们投军是为了不让别人欺负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不光你们，全天下的百姓都不能让人欺负。这是兄弟2人第一次产生分歧。赵二虎虽土匪出身，却义气十足，但之前做土匪的时候是江湖，如今投军后便是官场。庞青云要想做大做强，就必须立下规矩。这2个小兵恰好成为了这个规矩的牺牲品罢。这也是兄弟2人第一次产生了分歧，也是2人关系逐渐疏远的开始。慈不长兵，义不长财，赵二虎江湖义气在官场根本行不通，而庞青云打下了一场又一场的胜仗，他的内心也逐渐开始膨胀。为了让朝廷看到自己的能力，庞青云竟直接绕开了军机处，带着自己仅有的几千人马去攻打苏州。此事也让军机处的3位大人对他产生了警惕。如果在这儿连下去，庞青云在朝廷一步登天，到时候我会让庞青云连回去吗？弃子对大家都友好。几人的对话无不透露出大清腐败的气息，这也正是大清灭亡的一部分原因。人人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，一个为国杀敌的大将，
竟被他们视为威胁。而此时的庞青云在苏州城外已经围城围了9个月。由于攻打苏州并没有经过军机处的同意，山字营如今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，弟兄们一个接一个的饿讨，只怕城池还没攻下来，兄弟们都已经率先阵亡了。苏州城已成死局，攻守都得死。鬼子营就在城外等着呢，你还要赌到什么时候？为了能拿下苏州，庞青云只好去找军机处求粮。给我粮，我就能拿下苏州。我的兵只能战死，不能饿死。大人说了，他根本不知道苏州在打仗。没有粮草，山字营的兄弟马上就要被饿死。于是庞青云只好找到魁字营求援。狡猾的何魁知道苏州城迟早就是他的，根本不愿给庞青云粮草。我说的是南京，仗我打，城我攻，人我死。魁字营只要站在后面做做样子，南京一人一半。在一半南京的诱惑下，何魁同意支援庞青云10天粮草，但分一半南京给何魁，庞青云也不过是忽悠何魁罢了。我们一定要先打下南京，让朝廷知道打南京跟何魁无关。如今只有10天粮草，所以速度一定要快，2天取苏州，10天内打下南京。然而庞青云回去后却得知赵二虎竟然摸进了苏州城。原来赵二虎不忍心兄弟们一个又一个饿倒，便假扮为烟贩子进入了苏州城，准备去行刺苏州城主黄文清。其实苏州被围了9个月，城里面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街头上的难民数不胜数。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黄文清早就识破了他。苏州被围，我已经1年没见过生人了。你能明白一个囚徒的心思吗？苏州城就像一个大牢，已经很久了。我想出，但出不去；你想进，也进不来，除非我让你进来。兄弟们围城围了9个月，饿了9个月，你说这馒头是给我们还是他们？我不管，我答应过要让他们活着。兵不厌诈，这是战争。人无心就是畜生。大人是对的。面对围了9个月之久的苏州，赵二虎乔装进城欲行刺城主黄文清，不成想由于他的生面孔，一进城便被识破了身份。然而城主不仅没杀他，反而扔给他一把长剑，令其与自己决战。可2人还没过上几招，黄文清便径直迎向了二虎长剑。我不死，苏州城这个大牢里的人就出不去。为了让城中的士兵和百姓不至于饿死，黄文清只能牺牲自己。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让士兵回家，并且不要羞辱城中百姓。只见苏州城大门缓缓打开，赵二虎带着城中百姓慢慢地走了出去。庞青云见状，内心也非常高兴。可就在庞青云准备将降军收编一起攻打南京时，这4000人却拒绝收编。由于他们粮食本就只有10天，还要留着去攻打南京，其次担心这些俘虏在自己攻打南京时叛乱，庞青云便准备将他们全部斩杀。赵二虎虽然苦苦哀求，可还是无济于事。庞青云将赵二虎用铁链锁住后，便将4000名士兵全部射杀。而这一刻也是兄弟2人决裂的开始。回家！谁跟我？赵二虎虽为2当家，可在山字营老弟兄面前还是一呼百应。得知消息的庞青云连忙赶来劝说赵二虎：他们是兵，投降了，还是兵？打南京，我需要你，你不要走，你一走可是兵变呢。这山字营的兄弟就会自相残杀，你知道那后果？见二虎还不同意，庞青云甚至下跪祈求，并向他保证打完南京之后，自己就会放下刀。为了不让兄弟们手足相残，赵二虎只好同意与其攻打南京。山字营迅速攻到了南京城下，然后一举拿下了南京。可还没等庞青云高兴，赵二虎竟然私自把朝廷的军饷分给了兄弟们。二虎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私分朝廷军饷是重罪。我们进了南京之后，有一半是军饷，你不发，我帮你发。庞青云并不想将此事闹大，于是自己转身默默离去。而另一边，因为庞青云拿下南京速度很快，导致何魁什么功劳都没捞到。看着庞青云被封为2江总督，何魁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于是找到了江大人，准备来一招离间计，让他们兄弟自相残杀。而后何魁便找到了赵二虎。既是兄弟，他为什么把你锁进死地，让你背信弃义，任天下人可即便何魁说到了二虎内心痛楚，二虎还是没有被其理解。可让赵二虎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老婆此时正与庞青云在船上厮混，而这一幕恰好被姜武阳看到。当庞青云看到姜武阳时，庞青云先是表现出了吃惊，等姜武阳欲走近之时，庞青云还是狠狠地关上了窗户。你兄弟赵二虎在苏州说要走，结果呢，一呼百应，
在南京又私分朝廷军饷，你山子营姓赵啊！靠着过人的胆识与智谋，庞青云如同开挂一般，从一个败军之将，带着108名土匪兄弟，硬生生地发展到攻下南京城。此时的他也得到了太后的赏识，将其召进宫中。太后说：“你还年轻，君臣相伴会长久。”因为庞青云草民出身，不属于任何派系，所以太后此番话中亦有拉拢庞青云的意思。奈何庞青云根本不懂为官之道，在太后为其加封两江总督后，庞青云不仅没有谢恩，反而说出了置太后于不仁不义的话。臣庞青云启奏太后免除两江辖区3年赋税，修身养民。此话一出，令文武百官无不诧异。此时太后准奏便是庞青云的功劳，太后如若不准，便是昏君。两头作难的太后还是准奏了免税。不过庞青云也因此失去了太后垂青，而狄公说的意思也很明确：赵二虎在山自营1呼百亿，又私分朝廷军饷，如果他做不了山自营的主，他两江总督的位置就坐不稳。我这一生如履薄冰，你说我能走到对岸？也正是这一刻，庞青云下定了决心。已经距理想只有半步之遥的他，现在哪怕牺牲兄弟也在所不惜。此时赵二虎本想离开军队回家，却得到消息何奎在城外遇兵便刺杀庞青云。得知兄弟有难，二虎想都没想便骑马赶去城外营救大哥，却不成想这正是庞青云想要暗杀他的圈套。姜武阳来找大哥时，发现侍卫全部换了，而且家丁说大哥要请何奎。意识到不对劲的他赶忙去找二哥，却得知二哥已去寻找大哥了。武阳立马意识到大哥要动二哥，于是连忙找到了大哥。你要动二哥，就为了嫂子？你忘了投名状？二哥什么时候到？给我实现！还是武阳单纯的以为大哥是因为嫂子，所以才会动二哥，于是他准备杀掉二嫂，以此营救二哥。看见武阳亮出了银晃晃的刀刃，连生瞬间就吓傻了。数十年的战乱他都活了下来，却没想到自己即将被自己人所杀。你杀了我，就能救二哥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只能这么做。你不会忍心杀我的，你不会的，万人你不会的，你不会杀我的，你从小就跟着我，你怎么能杀我呢？你不会的，你不会杀我。面对嫂子的苦口哀求，武阳还是狠心落下了刀刃。只可惜他做错了，是朝廷才让大哥下定决心动二哥的。要知道当初二虎兵变和私分军饷，庞青云都没有怪罪二虎，只可惜二嫂也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领了盒饭。二虎紧赶慢赶来到城外后，却也是落入了大哥的圈套。可他此时还以为是中了何奎的埋伏，哪怕在临死前，二虎口中还在喊着大哥。次日等武阳赶到城外之时，却只见地上二哥冰冷的尸体。这一刻的他也与大哥反目成仇。数日后，在庞青云的受任典礼上，武阳拿着武器便刺向了大哥。兄弟杀我兄弟者，必杀之。这是兄弟之间的恩怨，庞青云只能自己来做了断。况且他也不想置武阳于死地，于是便阻止了护卫出手。可姜武阳虽手持利器，但他仍然不是大哥的对手，没过几招便被大哥打倒在地。可武阳还是不愿就此松手，他继续冲上去和大哥拼命。此刻他的内心只有一个念头，不管是谁违背了投名状，他都要手刃此人。武阳虽然刀刀直逼大哥要害，但大哥自知愧对二位兄弟，所以并没有对武阳痛下杀手。但在两人的不停的打斗中，受任大礼马上就要开始。庞青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时辰到了，你别再逼我！见武阳仍然不肯收手，庞青云一脚便踢断了武阳左腿，紧接着又是一脚踢断了武阳右腿。然而武阳仍旧颤颤巍巍地冲向大哥，庞青云又猛地一膝将其顶飞数米。我求你，别再打了！兄弟杀我兄弟者，必杀之。见武阳死活不肯收手，庞青云猛地将其手臂扭断，而后便朝着大殿走去。庞青云是个人才，可不懂为官之道啊。南京是重镇，太后想安定天下，怎会倚仗一个外人？随着受任大礼的炮声响起，一把黑枪却悄悄地瞄准了庞青云，枪声夹杂着炮声，让人完全无法察觉。庞青云中下一枪后，武阳手中的刀也刺进了他的体内。在几声枪响和武阳的接连数刀后，庞青云最终还是倒在血泊之中。就这样，戎马半生的庞青云不仅没了兄弟，如今连自己的命都搭了进去。而这一切也不过是因为他不愿在官场随波逐流罢了。侧旁的姜武阳也在2个月后被凌迟处死。只可惜三兄弟胜仗无数，却都败在了官场之下。